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lise， 欢迎大家来到安妮的占卜频道。今天要分享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我应该选择 A 留下还是 B 离开呢？那这个主题说的是现实环境当中的留下或是离开。你可以是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是新的国家，开启新的人生阶段。我面前的是今天的3组指示物，分别是3朵小花。这是第一组粉色的，这是第2组白色的，这是第3组绿色的。好的，请根据你的第一直觉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一组吧。Hello， 第一组粉色小花的宝宝们，首先对应一下现状的能量，这是一张宝剑9。这一组的宝宝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现在非常的忧心忡忡，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你意识到这2个选择对你来说都是困难重重，前方有非常多障碍在等着你的。那么如果你觉得这2个选择对你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看这个视频只是为了放松一下的话，我认为这一组应该不是你的能量。你可以回到我们选组环节，看看能不能选到和你链接更强的那一组吧。那么选到这一组的宝宝，你们应该非常的焦虑，甚至于彻夜难眠，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不断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一看，如果选择留下的话，在短期内是一张魔术师的逆位。我认为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或者说跟周围的环境都断联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运用你自身的能力，或者是周围的资源，然后把它们转换成一种推动你向前走的动力。你会处在一个偏向于孤立无援，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施展拳脚，只能被动的做一些比较日常化、枯燥无趣的工作。长期来看的话，是一张星币女王的逆位。我认为这仍然是在说一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这一组的宝宝本身是很有能力、很有才华，甚至是背靠一定资源的。可是在这个选项里面，你的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分配，才华也无法施展。长期来看，我觉得是有一些浪费的。你可能付出了很多时间、金钱，却没有回报，或是过于重视你的物质享受，而很难去重视自己的精神世界。虽然不会有太大的失去什么物质或者是精神崩溃的风险，可是我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没有在前进，没有在获得一些新的事物，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失去呢？总体来说，我认为留下的话，可能物质上、精神上都得不到很大的满足，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保守、不会出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看到选项 B， 在这个阶段，你的确提前做了一些规划，但是不切实际。你一边做着手里的事情，一边考虑着后续的事情，思维有一些混乱，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比方说，你想要查看天气预报，看一看应该订哪一张的机票比较好，可是由于天气预报错误，或者是你自己在看信息的时候有一些错误，那么你订到了一张错误的机票。你想要找航空公司去退换或者是改签，可是呢，票务公司迟迟无法告诉你如何才能选到一张更合适的行程规划。我认为这个阶段你可以好好的慢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现状，整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然后再看一看如何去规划这一次的行程才会更加的合理。那么长期是一张星币10的逆位，给我一种你会背井离乡，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去到一个新的远方。你会远离目前已经比较信任、很安全的环境。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你已经建立了属于你自己的社交圈、人脉圈。如果离开这里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家，那么你将放弃现在已经拥有的一些稳固的资产。失去了长久以来带给你的安全感和根基，你需要再去想办法赚取新的钱财，去谋划新的资源。那么 A、B 这2个选项，一个是坐吃山空，吃老本，还有一个就是要做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
希望这一组的宝贝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愿意，是否有这样的行动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去面对。在这里呢，我只能告诉你牌面上所指出的能量趋势，以及你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我也不想给你们太多的压力，这一组的宝宝本身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长期来看，无论是选 A 还是选 B， 对你们来说都是还不错的选择，没有必要特别的焦虑。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解读，希望对这一组的宝宝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Hello， 第二组的宝宝们，你们好呀！这一组选到的是白色的花朵。那么，让我们先定义一下现状的能量吧。这是一张圣杯5的牌。可能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们已经走出了美好的环境，意识到自己曾经失去了一些东西，错过了一些东西，这让你们感到相当的后悔或是无助。但是如果说要让你们踏上新的征程，似乎又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仍然在纠结一些过去所失去的东西。可是留在原地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你们当下的一个状态了。处在这么一个不得已、不得志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选项 A 和选项 B 分别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吧。首先是一张星币10，那么在短期内，我认为留下是一个非常稳妥而安全的选择。你会得到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你已经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属于你自己的客户渠道、自己的人脉圈，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安全感。你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在这里你有属于你自己的人设，你有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但同时也会获得家庭当中其他成员能够带给你的好处。有一点像远古时期的部落，有一些人负责打猎，有一些人负责纺织。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都是互惠互助的，你可以从中得到支持，也可以实现你的价值。那么长期来看，是一张星币1的逆位，这张牌好像就差那么一点意思。这张星币伸出来的时候，你们的手没有接住，反而让它落下来了。有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处在这个舒适圈内，已经失去了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警觉性。当这个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它摆在你的面前，可你有可能会错过。我的感觉是在星币10这张牌的时候，你们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获得的，能够在这个现状里面实现的，已经有一些发展到头了。如果想要再往前取得一个突破性的成就，那么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了。接下来我们看到 B 选项，这个能量相对来说更积极一些。短期内的话是一张权杖女王，你们在离开之后，反而有机会可以大展身手，展现出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原本在这个大家庭里，你只是普通的一块砖、一块瓦，但是在离开之后，你有机会可以去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能够让更多的人发现你身上独有的魅力，并且臣服于你的魅力。然后这也会有助于你更好地调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实现自己的积极性，并且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你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去展示自己，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认识你们，然后让他们能够看到你的优秀，你积极的能量。总的来说，短期内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外放的能量。那长期来说是一张太阳牌，我认为这张牌可以不用多说了，能量非常的积极。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太阳的光亮会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或者说当这个太阳落下后，又从哪里去寻找新的发力点，去开启新的一天，然后能够让太阳的热量能够存续下去呢？从长期来看，这张太阳牌可以从权杖女王这种像向日葵一样有阴性方的独特的阳光、热情、开朗、大方，然后也很愿意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走到太阳牌就可以去普照万物，去普度众生，然后让自己的光芒辐射到更多更广阔的一个群众。
我认为这组宝宝整个的思想层面和你的能力都上升到了一定的境界。B 选项总体来说确实是比 A 选项要更加的强烈一些，我会更加建议这一组的宝宝可以去尝试一下离开。但是你如果想要打安全牌，那么 A 选项其实也是不错的。你们现在可能还不太有自信，或者说还不太能够放下过去所失去的东西，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有可能站在你们的角度更加倾向于选择 A 选项作为一个更加保守更加安全的选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我只是想说，有的时候离开去寻找一个新的开始，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其实B 选项这2张牌都这么的正面，我真的很难说出对离开有一些不好的话。那么希望这组的宝宝可以去综合评估自己当下的心境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然后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吧。那么希望我的解读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Hello， 第3组的宝宝选到的是我们的绿色小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张现状，是一个权杖2的逆位。我认为这组宝宝当下你们的心里已经燃起了一股火焰，想要离开，想要规划一次远行。这会是一场全新的旅途，也就是说，它注定会有一些目前的你还无法掌控、无法预测，甚至无法提前做好万全准备的事情。那么你的这个计划还没有完全的成型，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所以这就导致你还不能做出心中的这个决定，因此你才会想要看这个视频寻找一个答案。那么让我们先看到 A 组，留下的短期是一张太阳的逆位，意味着热情的减退。那你们心中的这股火焰转瞬即逝，可能你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目标其实有一些遥不可及，在多次的努力无果之后，你们的这个动力就会渐渐的减退，你可能会开始怀疑你的初心，会觉得这一切是否值得，因此你们还是选择了留下。你可能还没有真正有精力有时间去离开，所以说你被迫的或者说你主动的放弃了你的离开计划，反而让自己有一些抑郁或者是有一些消沉的留在了原地。那么长期来看是一张魔术师，这个火元素这一组的宝宝总是给我一种起起伏伏的感觉。虽然说 A 组在短期内你们的热情会减退，你会觉得这个光芒稍纵即逝，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你还是有能力可以让这个局面翻转的。你可以去主导这个项目，去主导这一次的旅行，然后好好的利用身边的资源，去和周围的环境做一些链接，做一些创作，做一些沟通，然后能够切实的产出一些什么东西。只不过因为这是一张1号牌，其实短期内的这张太阳本身是一个更大的能量，可是越往后走，它反而越来越集中了。那么我认为可能是这组宝宝的关注点从一些更宏大的事情身上渐渐地转移向了自身，然后把这个能量给内化了。你可能更加的去在乎自己的喜好，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情，产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说好高骛远，然后去把自己的能量辐射向更多的人。比方说，你原本在想哪个城市会更适合你的专业、你的职业发展。如果说你是学习美术的，你会想在哪个国家，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会不会更适合一个艺术家的发展？那么现在你就会把你的思绪给专注于你自身的创作身上了。越往长期来看，你越会去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而不是简单的去选择环境，去期待环境能够如何支持你。那么 B 选项我会看到短期内是一张权杖4的逆位。那么离开这个决定，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会反对，或者说他们不会给到你一定的支持。你们选择了脱离安全区，然后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得不到支持，因此你们的热情还是会减退。
这一组的宝宝风象的特质很明显啊，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太阳星座和月亮星座。你们这一整个心情或者说你们的行动力都是在起伏不定的。长期来看是一张权杖8的逆位，有一种欲速则不达的感觉。你们想要有一个体面的离开，有一个快速的离开，或者说想要急切的在新的环境当中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去成就一番事业，可是从这个牌面上来看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如你所愿，那么快速，那么直接，那么随心所欲的就去实现你的目标。真正能够在一个新的地方落地生根，去建立属于自己新的圈子，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不过这一组的宝宝，我相信你们其实是有持之以恒的能量的，你们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不死心，你们的这种激情和能量是无限的。我会推荐这一组的宝宝在行动之前多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准备是否充分，无论是物质上的准备，还是说自己心理建设是不是真的做好了，面对这一切的困难是不是真的也可以持之以恒，也愿意去持之以恒的发展，去投入你想去的这个地方，想要实现的这个目标，还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它并不是说出门拐个弯就到了。那么从长期来看 A 选项，我认为这个魔术师还是比较积极正面，然后能够有一些产出，精神状态也不错的一张牌。你会比较热情，比较开放，比较能够利用周围的资源。那总体来说，我认为它是会比权杖8这种感觉要好一些的。我的建议呢，是可以尝试留下，然后做一些更好的规划。哪怕你想要选择离开，也记得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一组的宝宝给我的感觉是还是很有能力，很有热情的。虽然心情起伏不定，可是我认为你们就是会越挫越勇，那么你们的付出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我希望这一组的宝宝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属于你们自己的未来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请关注订阅支持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